为了不被送去给暴虐的活阎王做填房，我红着眼求青梅竹马把那朵定亲的牡丹赐给我。可他转头笑着将花插进了娇弱表妹的发髻里，怪我无理取闹。失去庇护的我只带了一个破包袱，被家族毫不留情地塞上了北上的绝路。得知我真的走了，他疯了一样封锁扬州全城的官道水路，可码头上那个权倾朝野的活阎王正亲自撑着伞将我护在怀里。他一脚踹翻我那双目赤红的竹马，拔出长剑冷笑：本王放在心尖上惦记了15年的王妃，你也配碰？扬州城的牡丹宴上，柳素的手正颤巍巍地搭在陆燕的锦袍上，灯火通明处，才子佳人好不登对。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揉搓，面上却还要维持着世家女的体面，偏偏陆燕瞎了一样，看不出我眼底的焦灼。宴席散去，我不曾得花，这无疑是当众宣判了我远嫁京城的死刑。陆燕见我独自立在回廊风口，端着热茶走了过来。这起子人惯会见风使舵，我早说了给你留个其他彩头，他们竟敢不听。看着这个护了我15年的少年郎，我常常吐出一口浊气。陆燕，你知不知道今日这牡丹宴意味着什么？牡丹宴亦是定亲宴，世家大族约定俗成，赠花便是许以此生中馈之权。我是江家卑微的庶女，除了从小一同长大的陆燕，没人会在此刻冒着得罪嫡母的风险给我赠花。嫡母逼我来，就是要让我死心，乖乖去做那异姓王的续弦。而我也曾信誓旦旦答应过陆燕，我只求3年，3年后我助他掌权，他便放我自由。昨日他还信誓旦旦说要护我不受风雨，今日却在悬崖边推了我一把。15年的情谊，原来比不过旁人几滴眼泪。陆燕脸上浮起几分愧色，挥手示意柳素先退下。这种场面你平日里见得多了，可柳素寄人篱下，这辈子也就这一回露脸的机会，就当我替他谢过你了。他微微俯身，语气里带着熟稔的撒娇意味。平日里你要什么没有？为何偏要在今日计较？见我眉头紧锁，他有些尴尬地转了转手里的扳指。再过几日便是他双亲忌日，此后他就要搬出侯府别院自立门户了。我既答应了姨母照顾他，总要给他留个念想。可他不知，这念想成了我的绝路，如今木已成舟。陆燕，你知道今日这宴席，我的话还未出口，柳素又怯生生地折返了回来。宁姐姐，是不是我惹你不快了？你别怪世子爷，是我求他的。陆燕见柳素缩着肩膀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，当即沉了脸。行了，阿宁，不过是一朵花罢了，我陪你一朵便是。他随手折下回廊边一只被风霜打蔫了的红梅，塞进我手里。你性子烈，这红梅最配你。牡丹那种俗物，你计较个什么劲？都不像你平日里洒脱的样子了。那红梅枝头带血，被人折断了筋骨，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截，花瓣还落了2片。确实像现在的我，牡丹寓意雍容华贵，是宗父该有的体面，但这残败的红梅更像是对我卑微出身的讽刺。周遭的窃窃私语声愈发清晰，不加掩饰地钻进耳朵里。一个姨娘养的，平日里跟在世子身后献殷勤，竟也妄想做侯府世子妃。没听世子说吗？那品性高洁的孤女都比她强。陆燕冷冷扫视一圈，那碎嘴的贵女瞪了我一眼，不甘地闭了嘴。宁姐姐，对不住，平日里你金尊玉贵惯了，我这才想求一晚的体面，没想到我金尊玉贵。柳素，我是个什么处境？陆燕你不清楚。柳素听我如此说，手里的帕子都拿不稳，飘落在满是泥泞的青石板上。她顿时眼圈泛红，硬生生挤出几颗泪珠子。陆燕眉头紧皱，反正事已至此，不如让他好生把今晚过了。我先带他去换身衣裳，你要是无事，便先回江府吧。回府？我哪里还有退路？此时扬州城出了名的纨绔王公子见我落单，摇着扇子凑了上来，在我身侧轻抚地嗅了嗅。好香啊，江姑娘。没了陆燕这尊大佛镇舍，我连作为人的尊严都守不住。世子爷让我给你送另一朵花，我并未答应，但我早叫你别在一棵树上吊死，跟了我多好，你偏不听，如何？现眼了吧？我惊愕回头，看着面前油头粉面的男人，胸口发闷。陆燕明知这人对我心怀不轨，竟把送花的任务交托给他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我对陆燕的背信弃义又多了一层厌恶。我不过是想求个喘息之机，求个摆脱家族控制的机会，可偏偏嫡母觉得我这张脸是个祸害，恨不得立刻将我打包卖去京城换取利益。王公子见我连个正眼都不给他，那只不规矩的手便搭上了我的肩头。江宁，若不是你生了张勾人的脸，就凭你那个出身，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还指望侯府能护你一辈子？那只咸猪手刚要用力，就被折返的陆燕一脚踹翻。
王彪，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不许动我的人？王公子皱眉恼怒，你不是都选了那个表小姐江宁，你还留着占坑？别的事你也敢管？王公子不敢辩驳，只能啐了一口，恨恨离去。陆燕扳过我的身子，逼我对视。他碰你，你怎么不反抗？我看着他，眼底只剩下一片死灰。这不是你默许的吗？你要清楚，今日这场合，我可以护着你，但不代表我就得寸步不离的守着你吧。可你明知道牡丹宴时，我话还未说完，一旁的柳素立刻换上一副明媚笑脸，再次截断了我的话头。世子爷，我想去那边看看灯，可以吗？一边是冷脸质问，一边是软语温存，陆燕的选择显而易见。好，今日你是主角，依你。有什么事，明日再说。明日我去府上找你。明日，我在心里冷笑一声。明日你便只能去京城找我了。陆燕陪着柳素去看灯，柳素手里提着那盏最精致的琉璃灯，没了之前的怯懦，倒真有几分侯府女主人的做派。柳素兜兜转转一个人走到我身边，笑意未达眼底。你什么都有了，连这点虚荣都要抢走吗？江姑娘，当初我就不该看她可怜，求着陆燕收留了她。你自小锦衣玉食，我只要世子爷一晚的守护。柳素面露柔弱，我冷哼一声，我能比你好到哪儿去？姨娘死得早，我自小在嫡母手底下讨生活，嫡母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父亲妻妾成群，自然也不会在一个庶女身上浪费心神。若不是这张脸还有几分利用价值，我恐怕活不到及笄。我在夹缝中求生，找上了掌管家族事务的三叔，求他给我一条活路。那人是个笑面虎，我强撑着胆子与虎谋皮。三叔冷笑：大哥膝下子女众多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一个小丫头能翻出浪花？我只答，因为我没有退路，我敢豁出命去争，可如今时机未到。三叔也不会为了我这枚妻子得罪嫡母。京城那位萧王爷，听说性情暴虐，进了他后院的女人，没几个能全虚全伪的活下来。江家既想攀附权贵，又不舍得赔上嫡女，只能将我推出去。三叔应该也收到了宴席的消息，让小厮递了张字条过来。自求多福。我在寒风中打了个哆嗦，抱紧了双臂。柳素像个圣者般抚上了我冰凉的手背。你猜，世子爷到底知不知道今日这宴席的含义？我不是那种只会自怨自艾的性子，必须想办法留下。我拦住陆燕，最后一次开口：你知道今日牡丹宴的意思吗？知道啊，不就是相看人家吗？不过是走走过场。这些年，谁的正妻还非得是宴上赠花的那个人？他知道。陆燕仍在信誓旦旦。你放心，我会同江伯父说的，不许他们把你草草嫁了。那你可不可以把那牡丹从柳素那里要回来？我只带回去应付一晚，明日便归还。我几近哀求。陆燕听见我如此说，神色有些意外，又带着几分为难。这不好吧？送出去的东西哪有往回要的道理？要不我去银楼给你打一只金的送去，你就别和素素抢着一时意气了。那牡丹乃是御赐之物，除了原本那一朵，根本无法仿造。我积压了一晚上的火气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。陆燕，你明知道我不会缠着你，我有心悦之人，3年后我便自行离去，你非要在这节骨眼上断我的后路。他嘴角的笑意瞬间敛去，沉着脸将我逼退至墙角。又是心悦之人？江宁，除了我，谁还敢要你？你只能是我的。全扬州都知道你是跟在我身后的小尾巴。做尾巴，做替补，不过是为了在江家活下去。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带着一股刺骨的羞辱。我后退半步，没留神撞到柳素一个趔趄。明姐姐，你别跟世子爷置气啊！陆燕闻声，下意识伸手将人护进怀里。江宁，就这一晚，别太任性。过了今夜，他就得回到那个破落院子里去过苦日子了。看柳素那眼底藏不住的野心，他可不打算就此放手这泼天的富贵。我转身离开宴席，上了三叔派来接我的马车。车厢内，一身玄衣的三叔将池面沉如水，手里把玩着2颗核桃。愿赌服输，明日你就启程进京，以后死活全看你自己的造化。我还会回来的，看你本事。三叔嘴角勾起一抹凉薄的弧度，带着生意人的精明与冷血，将我彻底踢出了局。回到江府，嫡母瞥了一眼我身后的江池，端起茶盏抿了一口。养了你15年，也该是你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既然没能攀上侯府的高枝，明日天不亮就走吧。这个家没有一丝温情，甚至临行前连盘缠都要我自己想办法。
三叔僵持没再说话，径直去了书房。我也只有回到那间逼仄的偏房收拾行囊。狄姐倚在门框上，欣赏着钢染的单扣。我要是你，今日就不去那牡丹宴丢人现眼。母亲说了，让我盯着你，不许带走府里一针一线，就连你身上这件锦缎衣裳也得留下。母亲说你已经享了江家15年的福，剩下的路就得你自己走了。对了，听说京城那位王爷心里有个死了多年的白月光，你这一去，怕是凶多吉少。祝你好运啊！我当着他的面脱下那身光鲜亮丽的外袍，又摘下头上所有的珠翠首饰，一股脑扔进托盘里，直到只剩下一身素白的中衣，走向屏风后，他才无趣的撇撇嘴离开。没过多久，丫鬟传来消息，柳素在诗会上笑得灿烂。柳素声称：“多谢世子爷给了我最难忘的一晚，日后素素定当结草衔环相报。”听闻那画舫之上，他肩头披着的正是陆燕的大氅，那是去年冬日我一针一线缝给陆燕的。即使如此，我与陆燕那微薄情谊，我也一并留在这里了。翌日寅时，天色未亮，江面上雾气沉沉，我没惊动任何人，背着一个小包袱直奔码头，验过路引，登船，一切顺利的出奇。船弓起锚，船身随着水波晃动，我将身上那枚刻着陆字的玉佩扔进了江里，彻底切断了与扬州的一切过往。船行至江心，突然听得岸边一阵骚乱，紧接着沉闷的号角声响彻江面。前方所有船只立刻停靠，侯府有令，为寻逃奴，封锁全城水路，所有舟船一律返航。我看着窗外原本顺流而下的江景又倒退了回去，一时间竟有些回不过神。船刚靠岸，码头上已是一片混乱，无数兵丁举着火把将渡口围得水泄不通。与此同时，船老大敲着铜锣高声吆喝：“各位客官，对不住了，侯府今日要寻人，封了江面，世子爷有令，今日所有耽搁的船资盘缠，侯府10倍赔偿。”原本还在抱怨咒骂的乘客，瞬间变得鸦雀无声，随即爆发出一阵惊叹。几个戴着帷帽的姑娘在我身后兴奋地低语：“你们说侯府这是找谁呢？如此兴师动众，倒像是画本里的情节。”我压低了斗笠，心中止于无奈，想必是天刚亮时，陆燕去了江府，见我也不在，定是直接闯进了那间偏房。可当他发现昨日那身锦衣满盒的珠翠都在，唯独我那个洗得发白的包袱不见了时，他定是慌了神。再把江府的下人叫来一拷问，便知道我已经孤身北上。陆燕大概是发了狂，差点没把江府给拆了。他发现我没带走他送的任何一样物件，连那点情分都断得干干净净时，终于急了，这才拿着侯府的对牌，封锁了整个扬州城的水路。我背着包袱混在下船的人流中，在码头边的一处茶摊坐下，犹豫不决，是回江府受辱，还是硬着头皮向前。腹中饥饿难耐，我只得叫了一碗阳春面，边吃边做打算。三叔的小厮趁乱塞了个纸条给我，若此时回头，侯府尚有余地。江家全是算计，陆燕虽宠我，但绝不会为了我这样一个庶女，当众驳了侯府的面子。回去也不过是做个有名无实的妾，遭人白眼，前方未必就是死路一条。我挑起一筷子面条，看着一队黑甲卫冲进了人群，但凡身形相似的女子都会被粗鲁地拉住盘问。随后，陆燕那道熟悉的身影焦急地闯入视线，在我面前几步之遥匆匆掠过。他发冠微歪，满头大汗，手里紧紧攥着我丢下的那枚玉佩，神情彷徨无助。他抓住一个路人便问，因得不到回应，气得险些将手中的马鞭折断。黑甲卫搜寻无果，回来复命。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温润如玉的陆世子如此失了风度。人呢？给我继续拦！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扬州地界。我默默低头喝了一口面汤，不敢发出声响。身后那桌同样在歇脚的2个官家小姐叽叽喳喳个不停，这种戏码真是让人羡慕。若是哪家公子这般对我，我立马便嫁了。他对面另一个穿绿衫的姑娘却淡定许多。你懂什么？陆世子昨夜牡丹宴选了个穷亲戚，我猜他是被那表小姐蒙蔽了。啊？放着满城的名门闺秀不要，选个孤女？那他今日这般又是后悔了？我抿着嘴没吱声，默默捧起茶碗挡住脸，心想吃碗面都能听到关于自己的笑话。我猜世子爷根本不知道那牡丹给出去便是求娶的意思。你也太灵通了，这秘闻都知道。这算什么？昨日那宴席我也在场。我心头一跳，竟遇上了熟人。借着斗笠的遮挡，我悄悄回头瞥了一眼，确定并未见过此人，才稍稍安心。那绿衫女子话锋一转，语气里带上了几分不屑。
世子爷也是猪油蒙了心，怎么会把那象征主母的牡丹给了一个外人？哼，其实都一样。那原本有望中选的美人，也不过是个庶出的私生女，和我们这些正经的嫡出千金没法比。我尴尬的咳嗽一声，引得两人侧目，对方没看出异样，那高傲的话语反而拔高了几分音量。要我说，保不齐哪一天世子爷回头是岸，发现还是我这般家世清白的更好，也说不定。我可是家里的掌上明珠，哪是那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能比的。没有听墙角的痞号，我只得在桌上丢下几枚铜板，起身欲走。路过那桌时，原本笑得花枝乱颤的姑娘，忽然看清了斗笠下我的半张侧脸，震惊地指着我说不出话来。怎么了？见鬼了！绿衫女子顺着她的视线看清我的脸，脱口而出一句：“好美。”随即像是反应过来什么，瞪大了眼睛。你不是？她看了看在码头上依旧大肆搜捕的黑甲卫，支支吾吾道：“世子爷在找你，你怎么？”我竖起食指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这才叫瞠目结舌的两人捂住了嘴。直到我走远了，隐约还能听到身后的尖叫声。你也没说那个庶女长成这般祸水模样啊，你肯定没戏了。刚走到一处偏僻的渡口，怀里的传讯烟火还没来得及放，一个沉稳的声音便在身后响起：“江姑娘，请留步。”我警惕回头，见是一个身着京城样式的侍卫，腰间挂着一枚麒麟纹的腰牌，那是萧王府的标记。你是？属下奉王爷之命，在此接应姑娘。王爷料到今日江路不通，特意安排了别路。那个传闻中暴虐无常的萧令，抱歉，我接您的车驾就在那边，请姑娘一步。我刚要解释如今码头被封，插翅难飞，就见一艘雕梁画栋的巨大楼船竟缓缓破开迷雾，停靠在了已被清空的专属泊位上。几个年岁稍长的嬷嬷下了船，恭敬地候在那里。好，我默默点头，不再犹豫，直奔那楼船而去。扬州阴雨绵绵，刚迈出步子，一把油纸伞便撑在了我头顶。来人低眉顺眼，不敢与我对视，态度恭敬至极。王妃，老奴来接您回家。就在这时，陆燕终于在人群中发现了我，发疯般快步冲上前，一把死死扣住我的手腕。江宁，跟我回去。几个萧王府的侍卫立刻拔刀上前，将我团团护住。同时，陆燕带来的黑甲卫也围了上来，两方人马在雨中剑拔弩张，围观的百姓纷纷后退，生怕遭了池鱼之殃。萧王府为首的那个老者应该是个管家，一身暗纹锦袍，往那一站便是久居上位的气度，面上含着笑，眼底却是一片冰寒。陆世子，老奴奉命接王妃回京，请您高抬贵手。陆燕双目赤红，死死盯着我。还没出扬州地界，我看谁敢带走我的人。你家里逼你去京城联姻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他转头看向被护在中间的我，声音颤抖。我心中只觉荒谬，几次想开口，可那时他的眼里心里只有柳素。陆燕，你护了我15年，我很感激。走到这一步，我谁也不怪。什么叫谁也不怪？不怪你就跟我回去。我和江家说，我现在就娶你。我抬头看了一眼，冰冷的雨水落下，陆燕发丝凌乱，眼眶急得通红，哪里还有半分平日里那个翩翩公子的模样？萧王府的老管家横跨一步拦在我面前，如同一座大山。不好意思，陆世子，吉时已到，今日王妃只能跟我们回京。陆燕压根不看对方，目光只死死锁在我身上，带着近乎绝望的祈求。我却轻轻摇了摇头。陆燕，我说过，我只求那3年的约定。我有心悦之人，并没有嫁给你的打算。又是这句话，你自小被圈在江家后宅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哪来的人喜欢？我知道说你是小尾巴你不开心，别赌气了，跟我回去再说好吗？他的语气不自觉带上了哭腔，微微到了尘埃里。我很感激他此刻的挽留，但在他松开我的手，将那朵牡丹递给柳素的那一刻，就意味着我们此生缘尽。陆燕，你的世子妃是柳素，全扬州都知道了，以后你们好好的。谁要娶那个孤女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就是娶个丫鬟也不可能娶她。我的眼神彻底暗了下去。一直以来，陆燕对我的感情总是喜欢有余，尊重不足。这一次我彻底没了犹豫，跟着管家朝那艘巨大的楼船大步走去。陆燕站在原地，想要冲过来，却被萧王府的侍卫死死拦住。江宁，你想清楚，去了京城那个吃人的地方，再没人护着你，你真的不打算嫁我？走了你可别后悔。没有应承，没有回头，我提着裙摆踏上了跳板。管家贴心的命人备好了热姜汤和换洗的衣物，指着船舱后的一处暖阁，声音放得极低：您可以去那里沐浴更衣，江上湿气重，容易落下病根。这楼船极尽奢华，一看便不是临时雇来的商船，应当是萧王府专用的座驾。
不愧是京城唯一的异姓王，江家连这种船的一根桅杆都买不起。也就是父亲为了充门面，偶尔会租个画舫待客。暖阁内不但有净房，竟还有一张铺着云锦的大床。奇怪的是，那床帐竟是粉霞色的娇绡，层层叠叠，透着一股子娇宠意味，一看就不是萧凛那个阎王该喜欢的调调。净房里，我换上备好的衣裳，又是一惊，这衣裳的料子是寸锦寸金的浮光锦，且尺寸竟与我分毫不差。见我出来，管家将舱内的侍从都遣了下去。老伯，这船是王爷平日用的。管家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躬身笑道：回王妃的话，这船是王爷专门为您打造的，里面的陈设都是按您的喜好置办的，就连这被褥也是王爷亲自挑的最软糯的云棉。我险些惊掉了下巴，如此穷奢极欲的东西，随手便送给了一个未曾谋面的联姻对象，不是说他心里有个死了多年的白月光，性格暴戾自衰吗？去京城路途遥远，您可以稍微歇息一会儿。京城气候干燥，我们给您准备了润燥的熏笼。从没有人在乎过我的冷暖喜好，在江家，我只有看别人脸色的份。这突如其来的细致关心，叫我坐立难安。还好管家看出了我的拘谨，行了一礼便自行退了下去。我坐在案前，拿出纸笔勾勾画画，心里只有对前路的迷茫与担忧。船行数日，终于在京郊的一处皇家别院靠了岸。看清了才发现，这哪里是别院，分明是一座建在山水之间的行宫，饶是出自扬州富庶之地，我也没见过如此豪奢的场面。萧凛亲自来接，他并没有传闻中的青面獠牙，反而生得一副好皮囊，只是眉眼间带着几分常年征战的肃杀。但此刻他看着我，眼底竟带着几分温和的笑意，与传言中的冷血修罗判若两人。他解下身上的玄色大氅披在我身上，语调低沉悦耳：冷不冷？我哆嗦了一下，本能的退后半步，拉开些距离。王爷，我知道您心里有人，娶我是迫不得已，您放心，我只要3年时间，绝不会让您和心上人分开太久。他眉头微蹙，似是不解。心上人，3年？是啊，3年时间，我替您挡住外面的流言蜚语，绝不干涉您的私事。3年后，你我和离，我不会带走王府一分一毫，我们可以立字据。他的眉头皱得更紧，看向管家的方向时带着几分审视的寒意。见管家也是一脸茫然，他又靠近了一步，也不管旁人的目光，竟将我半拥进怀里。我的脸腾的一下红了个彻底。谁说过要和你算得这么清楚的？王妃。见我羞愤欲死的样子，他似乎心情大好，修长的手指勾起我的下巴，又靠近了几分，呼吸交缠。本王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连本王也是你的，王妃。直到被拥着进了屋，我都没从怔愣里缓过神来。不是说这人杀人如麻，最恨女人近身吗？萧王府的陈设透着一股冷硬的肃杀之气，多是沉香木与玄铁，线条刚硬，却偏偏在那硬朗之中添了许多柔软的苏绣软垫和暖玉摆件，一看便是新制办的。因为品味极佳，倒不显得突兀，反而在威严中透出一股安宁。我被安置在铺着虎皮的罗汉榻上，颤巍巍地从袖中掏出一张宣纸递过去。王爷，这是我的借款契书，请您过目。我想借5000两黄金，分3年连本带利还给您。萧凛接过那张纸，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。缺钱？怎能不窘迫？盐商江家的女儿，却只背着个破包袱，连件像样的嫁妆都没有就来投奔。对于权倾朝野的萧王府来说，这几乎是一种羞辱。下船前，我曾暗中打探，萧王府在京城早已是只手遮天的存在，根本不需要依靠任何姻亲，更无需自将身价娶一个商户庶女，求着进王府大门的人能从朱雀门排到城郊。我实在不知为何这门亲事会落在我头上。我抿了抿干涩的唇，垂手应道：是，我身无分文，但王爷放心，我有经商的本事，定能还上。他没有质疑，宽厚的大掌附上我冰凉的手背，轻轻摩挲着，指腹带着常年握兵器的宝剑，烫得我心间一颤。为何要这笔钱？我猛地抬头，这才意识到，或许做萧王府的王妃是不该抛头露面的，靠着王府的月例银子过活，相夫教子，才是我该守的本分。但我若是那样活着，与在江家又有何意？我正了神色，跪坐在榻上。王爷，我不甘心被江家摆布，更不愿做那笼中雀，只会伸手讨要脂粉钱。我想有自己的营生，若有可能，我想拿回我娘留在江家却被吞掉的那份家业。萧凛似是没料到我会如此坦诚，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随即他轻笑一声，揉了揉我的发顶，像是在哄一只炸毛的猫。整个萧王府都是你的，你想做什么便去做。在我震惊的目光中，他解下腰间的麒麟丝印和一串沉甸甸的对牌钥匙，随手扔进我怀里。这是本王的司库和王府中窥的钥匙，京城钱庄见印如见人，随你支取。只是那时，我看不懂他眼底那深沉的晦暗代表了什么。萧凛给我安排的住处是王府最精致的听雨轩，
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满屋的珍珠帘幕上，奢华至极，让我这个在江家住了15年偏房的庶女惊得半晌合不拢嘴。这一夜，我难得睡了个安稳觉。次日清晨，我收到了三叔江池的第一封飞鸽传书。陆燕在扬州发了疯，险些拆了江府大门，你为何没跟他回来？三叔虽是江家唯一给过我几分照拂的人，但他对我更多的是商人奇货可居的算计。我提笔只回了一句：三叔，我是人，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物件。江池回信淡漠。哦，我以为你早就认命，把自己当成了复仇的筹码。3年，我只动用了萧岭司库里的5000两。对外，我是萧王府端庄得体的王妃，陪萧岭应酬宫宴，受尽京中命妇的巴结奉承。对内，我却日夜不休地钻研商道。这3年，我用那5000两黄金做本，借着萧王府的事，暗中撬动扬州的盐运和丝绸生意，一边借力打压江家的铺子，一边高薪挖走江家得力的掌柜和绣娘。父亲逐渐发现，家中子女皆是酒囊饭袋，生意每况愈下。江家几房姨娘为了争夺家产，害怕家族败落连累自己提及钱，开始私下抛售手中的铺面契书。我便让人乔装改扮，趁低价一一吃尽，在暗中推波助澜，将这些产业重新整合，翻了几番。趁着父亲为了周转资金焦头烂额时，我已成了江家商号背后最大的债主，而江家那些只会窝里横的子女早已被我震出局外。当最后一笔账目核对无误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夜深路重，回到卧房已是亥时，萧岭坐在昏黄温暖的灯火里，手里拿着一卷兵书，却未翻动一页，显然是在等我。那一刻，我坚硬的心房像是被温水泡过，软得一塌糊涂，忍不住走到软榻前，从背后环住了那个宽阔坚实的脊背。等抱够了，我才松开手，强压下眼底的酸涩。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？也不怕熬坏了身子？我原本要说出口的告别之语，在嘴边转了个圈又咽了下去。他放下书，反手牵住我的手，将我拉到桌边，亲手盛了一碗温热的燕窝粥。什么时候你才能试着依靠本王，别把自己逼得这般紧？暖流顺着喉咙滑入胃里，我看着灯火下男人英俊专注的眉眼，心中涌起万般歉意。王爷，3年期限已到，我该回到我原本的位置上去了，不是吗？萧岭似乎早就料到我并未真正放弃离开的念头，神色并未有半分意外。你还惦记着扬州？据我所知，你那个三叔确实有些手段，但也不过是在利用你。至于那个陆燕，听说这3年为了找你，连侯府世子的位子都差点丢了。我有些惊讶，原来我的一举一动，甚至扬州的旧事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却从未干涉。三叔不过是想借我的手拿到江家的掌印，那是我们的交易。至于陆燕，早在我离开扬州那个雨天，我和他便已是陌路殊途。那你为何还要回去？我如今有了足够的资本，该去拿回属于我娘的东西了。王爷，您借我的5000两，我已让人换成1万两金票，放在了账房。我说的云淡风轻，可藏在袖中的手却控制不住的颤抖。在萧王府的这3年，我得到了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尊严与宠爱。人心非草木，我心里早已装满了他。可一想到那个传说中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我就不敢让自己沉沦。萧岭，我一直知道你心里有人，其实我也有一个。他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。所以你一直不肯对本王敞开心扉，是因为那个心上人？我鼓起勇气，想给自己一个死心的理由。我能问问你心里那个人是谁吗？那段记忆有些久远了。他放下玉碗，目光变得悠远而温柔。10几年前，我随父王去扬州办差，在街头遇到一个小乞丐，那丫头饿得快晕过去了，却还死死护着怀里唯一一个馊馒头，说是要留给生。我给了她1袋银子，还带她去酒楼吃了一顿饱饭。那丫头吃饱了，拉着我的袖子说，日后定要以身相许来报恩。后来战乱四起，我回了京城，再后来听说她被接回了盐商家里，成了受尽欺凌的庶女。我如遭雷击，手中的勺子哐当一声掉在碗里。那是我当年救我的那个锦衣小公子，不是什么京城来的客商，而是萧岭。巨大的喜悦夹杂着震惊，冲击得我头晕目眩。萧岭，你……他不知何时已栖身而进，鼻尖抵着我的鼻尖，呼吸滚烫。阿宁，你怎么知道我心里那个人不是你？那年在扬州街头，有个小丫头抹着眼泪说长大要嫁给我，本王可是记了15年。原来没有什么白月光，自始至终只有我，枕边人即是心上人。我眼眶一热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萧岭小心翼翼地吻去我眼角的泪痕，声音阴哑：现在还要走吗？赶我也不走了。我羞红了脸，将头深深埋进他怀里，瓮声瓮气道：那一夜红烛高照，芙蓉帐暖，我们之间的热度越来越高，半推半就间，不知何时已赤诚相见。不久后，京城举办万寿节，
扬州江家作为皇商，和陆侯府一同进了京。江家那个仗势欺人的老管家，竟不知死活地找上了萧王府的门。见我在花园修剪花枝，那管家依旧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。九小姐，老爷说了，让你立刻回驿馆见驾。我眼皮都没抬，只专心弄着手里的那盆兰花。那管家在扬州作威作福惯了，打小就没把我当正经主子看，见我不理，竟想上前拉扯。嫁了个异姓王，你就得意忘形了？别忘了你娘的牌位还在江家祠堂扣着。是吗？本王今日倒是长见识了，一个下贱的奴才，竟敢跑来我萧王府动本王的王妃。萧凛的声音催着寒冰从回廊尽头传来，他大步走来，顺势揽住我的腰，一脚踹在那管家的膝窝处，咔嚓一声脆响，伴随着杀猪般的惨叫。江家进京朝贺，想见人要递拜帖，这是规矩，派个老狗来拿人，是看不起谁。当天，这个打小客扣我炭火，辱骂我姨娘的管家，被打断了双腿，满嘴是血的像死狗一样被丢回了江家下榻的驿馆门口。江家这才知道我嫁了个什么样的人物。万寿节晚宴，皇宫灯火通明，成了京城最顶级的名利场，光是守在宫门的禁军就有上千人。父亲还打算摆老泰山的谱，想着能在同僚面前露露脸，谁料满朝文武皆只顾着向萧凛敬酒，对他这个所谓的岳丈视而不见，他只得厚着脸皮拖家带口凑到跟前来。不知王爷对小女可还满意？众人散开，目光戏谑地看向父亲。他以为他在扬州富甲一方，到了京城也有几分薄面，谁料在这些权贵眼里，不过是一介充满铜锈的商贾。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嫡母，此刻也黑着脸。阿宁，父母来了也不知道主动过来请安，平日里也不往家里寄封家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江家多没规矩。萧凛手中的金樽重重磕在沉香木桌案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喧闹的大殿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探究的目光立马变得警觉。这是萧王爷在示威，示意这家人不受欢迎。眼看着周围人神色鄙夷，父亲额头渗出一层冷汗。江家的生意多靠官府照拂，如今想要在京城立足，全指望这层关系。可他手里最赚钱的几条商路，最近都被一个神秘的临济商号给截断了。等发现的时候，已经被人拿捏了命脉，这才想起还有个嫁进王府。若是此刻放低姿态求人，或许还有救。偏偏他一辈子被人捧惯了，成了井底之蛙。江家人没得到想要的体面，晚宴尚未结束，便灰溜溜地退到了角落。嫡母在席间多次出言挖苦，暗指我是靠着狐媚手段才爬上王妃的位置，结果被几位诰命夫人当众讥讽回去，彻底没了脸面。我借口更衣，走出闷热的大殿，站在御花园的荷花池边透气。一道消瘦的人影从假山后走了出来，站在我身后。你所谓的心悦之人，就是萧凛。当年不肯跟我回去，原来是攀上了更高的高枝。许久不见陆燕，他变了许多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如今眼底一片青黑，满身阴郁之气。他盯着我发髻上那颗价值连城的东珠，神色复杂。陆燕，我很感激你曾护我多年，可当初在牡丹宴上，是你亲手将我推开的，你不用这般酸言冷语，我过得很好。萧凛待我如珠如宝。说话间，我无意流露出的幸福彻底刺痛了他。那我们15年的青梅竹马之情呢？我可是一直想要娶你的。这3年我为了找你。那柳素呢？她不是你当初千挑万选的红颜知己吗？牡丹宴可是整个扬州的盛事，如今她如何了？我冷冷打断他。陆燕面色一僵，侯府并没有真正接纳一个孤女做世子妃，但那一晚的赠花，让所有人都默认柳素是未来的侯府女主人。柳素心比天高，多次以世子妃自居，在外招摇撞骗，最后闹出了笑话，让侯府颜面尽失。现在柳素被陆家关在了城郊的庄子里，对外只称病重。他还想再说什么，三叔江池从阴影处走了出来。陆侯府算什么？阿宁，我竟不知我一手调教出来的侄女，竟是头披着羊皮的狼。江池慢慢踱步到跟前，目光如炬。我最不该犯的错，就是放走了你，让你攒够了资本来反咬一口。看来他已经查到临济商号背后的东家是我了。他感慨的声音在夜风中回荡。手段不错，你确实是大哥所有子女里最出色的一个。那句叹息里也有对我们曾短暂结盟的惋惜。若你不是庶女，该有多好。入冬时节，扬州江家生了变故，几个早就心怀不满的旁支老臣联手逼宫，有人偷偷换了父亲的汤药，导致父亲急火攻心，在书房中风倒地。几位姨娘见大势已去，卷了细软连夜跑路。偌大的江家只剩下嫡母带着几个无能的哥哥姐姐，苦苦维持着最后的体面。他们派人来京城求助，我才动身，再一次踏上扬州的土地。几年不回，这里的景色依旧烟雨朦胧，却再无往日的繁华。与京城的日新月异相比，竟显出几分萧条破败。
小时候以为外面是风雨，缩在家里好歹有口热饭吃，离开后才发现，这风雨原本就是这个家给的。我去了医馆，看见了父亲，他口眼歪斜的躺在病榻上，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盐商巨贾，如今连话都说不利索。他捶着床板，含糊不清的骂着那些背信弃义的小老婆。嫡母一脸嫌恶的将汤药重重磕在床头，叫你平日里风流快活，你看看到了这步田地，除了我，谁还来看你一眼？见我带着人走进来，父亲浑浊的眼里迸发出一丝光亮，颤巍巍的撑起手臂指着我：阿宁，叫爹，我就知道你是最孝顺的，快让你夫君杀了那些白眼狼。我用丝帕掩住口鼻，压下心底翻涌的恶心。父亲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请你在家产转让文书上签字，剩下的烂摊子我去解决。你逆女！父亲气得面色紫胀。你就是个庶出的贱种，老子的家产绝不可能留给你。父亲似乎忘了，除了你手里仅剩的那点私产，江家其余的铺面、盐引、地契，早就在林记名下，也就是我手里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你就是不给，我也可以召开族老大会，以最大债主的身份将你踢出局。对了，你手里那几家还在亏损的赌房，我也要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签了字，以后你的汤药费我全包，保你衣食无忧。否则，我就让三叔亲自动手。走出医馆时，我拿到了江家全部的掌家权。嫡母见父亲没了最后一点利用价值，也彻底撒手不管，带着自己的嫁妆回了娘家。我还没忘记，父亲得知真相时，林记那如见恶鬼般的眼神。是你娘的林。是啊，我淡淡一笑，还好父亲没忘记，我姨娘姓林，有萧王府做靠山，这次清理门户要快得多。当我站在江家最大的商号顶楼，俯瞰整个扬州城时，所有的掌柜伙计都对着这里的新主人毕恭毕敬。萧凛从身后拥住我，高兴了，替我挡去江风。我回头在他唇角印下一吻。回家吧，夫君。从此以后，只有名动江南的皇商萧王妃。江家的倾覆在扬州城内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但风暴中心的我却正坐在临济后院的水榭里，慢条斯理地烹着一壶君山银针。三叔江池是独自一人来的，比起父亲的狼狈，他依旧是一袭考究的青衫，只是盘核桃的手微微有些发紧，再没了当初那份运筹帷幄的从容。阿宁，你这一手釜底抽薪，真是让三叔刮目相看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目光复杂地打量着我。只是江家100年的根基，你一口吞下，就不怕消化不良？朝廷的盐引，南洋的丝路，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，不是光有钱就能玩得转的。我将滤好的茶汤推到他面前，似笑非笑。三叔这是来给我提个醒，还是来讨杯羹？江池神色一僵，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阿宁，你毕竟是江家的骨血，如今大哥废了，江家群龙无首，你一个出嫁的王妃，常年在京城，这扬州的生意总得有个提己人替你打理。只要你点个头，三叔愿意替你守着这份家业，利润我们3-7分，你7我3。我轻笑出声，提己人，眼神渐渐转冷。三叔莫不是忘了当年那个雨夜，你是如何把我当作弃子，一脚踢给萧凛的？那时候你怎么没想过我是你的提己人？江池脸色一白，刚要辩解，一道玄色的身影便掀开珠帘，大步迈了进来。萧凛连眼皮都没抬，径直走到我身侧，宽厚的大掌自然地搭在我的肩上，居高临下的睨着江池。江三爷是不是耳朵不好使？本王的王妃连亲爹都敢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跑到他面前来论资排辈？江池吓得猛地站起身，连退了2步，额头冷汗直冒。草民不敢，王爷息怒。阿宁手里的产业，有整个萧王府的亲卫替他押标，有本王的印信替他开路。滚出扬州，别再让我看见你打临济的主意，否则本王不介意让江家绝后。萧凛语气森寒，透着毋庸置疑的杀伐之气。江池最后是跌跌撞撞跑出去的，看着他狼狈的背影，我仰起头。扬州的事了结了，对上萧凛温柔下来的眉眼，他低头，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颊。我顺势靠近他怀里，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，心中无比安定，都清理干净了。夫君，我们回京吧。离城的这日，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，萧王府的玄铁马车缓缓驶过扬州长街，车厢内燃着我最爱的素荷香。停一下！萧凛突然出声，马车稳稳停在了城门外。我挑起车帘一角，只见烟雨迷蒙的官道中央，跪着一个衣衫褴褛、身形枯槁的人。若不是他手里死死攥着一截枯败的红梅枝，我几乎认不出那竟是曾经精彩绝艳的陆侯府世子陆燕。短短数月，他竟像是苍老了10岁，眼窝深陷，满目癫狂。见我的马车停下，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地扑向车辕。
却被萧王府的侍卫一脚踹翻在泥泞里。陆燕趴在水洼中，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。阿宁，阿宁，你见见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柳素那个贱人偷了侯府的对牌出去放印子钱，已经连累侯府被陛下褫夺了爵位，我什么都没了。阿宁，我只剩下你了。我坐在温暖如春的车厢里，静静地看着他在雨中痛哭流涕，心中尽在无一丝波澜，连恨意都觉得多余。15年的情分，在牡丹宴那晚就彻底死绝了。他爱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那个永远追在他身后，能够满足他施舍欲和虚荣心的小尾巴。一旦我不再仰望他，他便受不了了。萧凛微微蹙眉，伸手便要去拿身侧的佩剑，显然是不想让这脏东西污了我的眼。我按住他的手，冲他摇了摇头，随后撩开帘子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陆燕。陆燕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不是因为柳素，而是因为你既贪婪又懦弱。我的声音在冷雨中显得格外平静。你既想要高洁的名声，又舍不得权势的庇护，既想做旧风尘的情郎，又舍不下对我的掌控。那截红梅你留着吧，就当祭奠我们死去的15年。从今往后，你是死是活，都与我江宁再无半点瓜葛。我放下车帘，隔绝了他绝望的嘶吼。走吧。马车重新碾动前行，萧凛将我揽入怀中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。不难过？早就不难过了。我会抱住他的腰，轻笑道，因为我遇到了这个世上最好的人，他连我掉一滴眼泪都会心疼，我又怎么舍得为旁人伤神？萧凛胸腔里发出一声低沉的闷笑，将我抱得更紧了些。重返京城，天子脚下的风向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变。曾经满京城的权贵都以为萧凛娶我是为了羞辱自己，以打消圣上的猜忌，而如今随着江家产业并入临济，我手握江南大半经济命脉的底牌渐渐浮出水面。那些原本看轻我的命妇们，再见我时，眼神里都多了几分忌惮与谄媚。萧王府的书房内，我正翻看着各路掌柜加急送进京的账册。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临济大掌柜沈安站在案前，神色凝重。主子，您料的不错，最近京城里有几股暗势力在疯狂打探我们南下商路的底细，其中一股顺藤摸瓜查下去，似乎和东宫有关。我手中的朱砂笔微微一顿，在账页上晕开一朵红梅。太子。是。沈安低声答道。太子爷这2年为了拉拢朝臣，挥霍无度，国库他又不敢明着伸手，恐怕是盯上了我们这块肥肉。萧凛手握重兵，本就是诸皇子的眼中钉，如今我又富可敌国，在这夺嫡的敏感时期，萧王府无疑成了最惹眼的活靶子。我合上账本，眼神沉静。知道了，让南边的商队这阵子低调些，切断和京城明面上的资金往来，化整为零。入夜，萧凛带着一身寒气从宫里回来，他脱下大氅，习惯性的先在火盆边烤暖了身子，才走到榻前将我拥住。我摸着他眉宇间的一丝倦意，有些心疼。今日朝堂上又有人参你了。萧凛冷嗤一声，眼里闪过一丝戾气。不过是些文官的嘴皮子功夫，说本王拥兵自重，纵容王妃与民争利，但看向我时又化作了似水柔情。陛下虽未表态，但今日留我在御书房，多问了几句扬州盐税的事。我心头一凛，天子年迈，多疑善变，太子盯上了我的钱，皇帝盯上了萧凛的权，这京城终究是个吃人的地方。我反手握住萧凛的手，目光坚定。萧凛，我的商号不仅能赚钱，我的伙计掌柜遍布天下酒楼茶肆，他们不仅是商贩，也可以是耳目。只要你需要，临济就是萧王府最坚固的盾，最锋利的刃。好。他深深地看着我。那这天下，为夫便陪你一起翻云覆雨。仿佛要将我刻进骨血里。良久，他低头吻住我的唇，辗转缠绵间，只留下一句郑重的承诺。京城的春日总是来得迟些，但东宫的赏花宴却办得格外早。太子妃的请帖送到萧王府时，我正陪着萧凛在院子里练剑。他收了剑饰，随手接过我地上的帕子擦了擦汗，目光扫过那张烫金的请帖，眉头微蹙。黄鼠狼给鸡拜年。他冷哼一声，不想去便推了，就说你身子不适，这京城里还没人敢强按着你萧王妃的头去赴宴。我将请帖合上，指尖轻轻抚过上面的云纹，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去，为何不去？太子妃既然搭好了戏台，我若是不去捧个场，岂不辜负了他们这番算计？更何况临济如今在京城风头正盛，一味躲着，倒叫人以为我们怕了东宫。次日，我换上了一身正红色的王妃品级大装，金宅关上的流苏随着步履摇曳，端的是雍容华贵。当我踏入东宫的御花园时，原本热闹的宴席瞬间安静了一瞬。那些曾经高高在上，如今却处处仰仗我名下银装周转的贵妇们，纷纷起身向我见礼。太子妃坐在主位上，脸上挂着端庄却虚伪的笑意。萧王妃当真是稀客。本宫听闻，如今这京城里最难见面的，不是陛下，而是你这位日进斗金的财神爷呢。这话夹枪带棒，暗指我一介妇人抛头露面，满身铜锈，
且狂妄自大。我由着侍女引到仅次于太子妃的客座坐下，端起茶盏拨了拨浮沫，声音不疾不徐。太子妃说笑了，阿宁不过是替王爷打理些庶务，赚些辛苦钱罢了，哪里比得上东宫稳坐钓鱼台，便有4方供奉。太子妃面色微变，却又硬生生忍了下来。话锋一转，其实今日请诸位来，不仅是为了赏花。近日黄河决堤，流民遍野，太子殿下日夜忧心。本宫想着，咱们做女人的虽不能上朝堂，但也该为殿下分忧。今日这赏花宴，便也是一场募捐宴。萧王妃富甲天下，想必拔根汗毛都够那些流民吃上1年了。四周的目光齐刷刷地聚拢过来，这是要逼着我当众放血了。若我出的少了，便是为富不仁，落人口实；若我出的多了，这笔巨款进了东宫的口袋，最终只会变成太子的私兵和党羽。我放下茶盏，故作惊讶，竟有此事，流民之苦实在令人痛心。既然太子妃牵头，我萧王府自然义不容辞。太子妃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金光，王妃果然大义，不知打算捐银几何？10万两。我轻飘飘地吐出一个数字，周遭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。10万两白银，抵得上大半个国库1年的盈余了。太子妃狂喜之色还未爬上眼角，我便接着说道：不过既然是给灾民的救命钱，自然马虎不得。这10万两我不会直接交到户部，我已经飞鸽传书，命临冀沿途13家分号直接将10万两折算成粮食、药材和棉衣，亲自押运至灾区，并在当地开设粥厂，且每笔账目都会在当地府衙前张榜公示，绝不让中间的贪官污吏中饱私囊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面色铁青的太子妃。太子妃心系百姓，东宫自然是要做表率的，不知太子妃打算捐多少？若是有现银短缺，临冀钱庄倒是可以给东宫行个方便，算您1分利即可。你……太子妃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半个字也反驳不出来。我不仅1毛钱没给东宫，还用这10万两买下了天下百姓的民心，顺便将了东宫一军。今日之后，全天下都会知道萧王妃大义赈灾，而东宫恐怕连1万两现银都拿不出来。从东宫回来后不过半月，朝堂上的风向便骤然紧张起来。东宫在赈灾仪式上吃了暗亏，太子对萧凛的忌惮彻底转化为了疯狂的打压。借着黄河水患的由头，户部尚书在朝堂上哭穷，硬生生扣下了原定发往西北边军的3军粮饷。西北大营是萧凛一手带出来的百战之师，10万大军戍守边关，粮饷一断，不仅军心动摇，若此时外敌来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萧凛在御书房外跪了整整3个时辰，老皇帝却以头风发作为由避而不见。这显然是父子俩心照不宣的默契，意图借此机会削弱萧凛的兵权。当萧凛带着一身冰冷的夜露回到王府时，我的心紧紧揪在了一起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将头深深埋进我的颈窝，疲惫的像是一头受伤的孤狼。户部说，国库空虚，最快也要2个月后才能筹齐军粮。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带着压抑的怒火。2个月，西北的弟兄们只能啃树皮。皇帝这是要逼我交出兵符。我捧起他冷峻的脸庞，吻了吻他的眉心，眼中满是安定的力量。萧凛，他抬头，你信我吗？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别去求皇帝，也别交兵符。我走到书案前，展开一张大雍朝的堪舆图，指尖落在西北的几处要塞上。户部不给粮，我给。萧凛猛地站起身。阿宁，10万大军的粮草不是个小数目，这会儿掏空临冀的底子，更会让你彻底暴露在皇室的屠刀下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拿捏你的软肋。我转身直视着他，语气里有着属于商海霸主的杀伐决断。这3年，你以为我只是在买铺子吗？临冀在西北的6州12县早就建起了地下粮仓，我已经命沈安持我的私人令牌，连夜启动了应急商道。最迟后日，第一批足够大军支撑半月的粮草，就会以商队劳军的名义秘密送达西北大营。萧凛定定地看着我，眼中翻涌着难以言喻的震撼与深情。他引以为傲的王妃，不仅是他的软肋，更是他最坚不可摧的铠甲。皇帝想要用粮草逼你低头，我们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冷笑一声，等户部磨磨蹭蹭筹备出那点发霉的陈粮时，西北大营早就吃饱喝足了。届时就该轮到太子向天下人解释，为什么朝廷的粮草还不如一个商户送得快。萧凛一把将我揉进怀里，力道大的几乎要将我揉进他的骨血。阿宁，得其如此，我萧凛此生何求？我在他怀中轻声说，你要护着你的弟兄，我便护着你。西北粮草危机的化解，不仅没有让老皇帝安心，反而彻底触动了他的逆鳞。一个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已经足够让他夜不能寐，如今这个王爷身边还多了一个富可敌国，能够在瞬息之间调动10万大军粮草的王妃。在皇权眼中，这不再是臣子，而是随时可以颠覆江山的隐患。初冬的第一场雪落下时，宫里来人了，没有圣旨，只有老皇帝身边最信任的大太监，带着一顶不起眼的轻油小轿，停在了王府后门。
陛下口谕，宣萧王妃即刻入宫觐见。老太监皮笑肉不笑，特意加重了语气。王爷此刻正在南郊大营巡视，陛下吩咐了，只请王妃一人。这是要趁着萧凛不在，单独发难了。我换上一身素雅的诰命服饰，没有带任何侍女，平静地坐上了那顶小轿。御书房内地笼烧得很热，老皇帝坐在龙案后，满头华发，却依旧透着九五之尊的威压。我跪在冰冷的金砖上，行了大礼，他却没有叫起，只由着我跪着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膝盖传来阵阵刺痛，我却挺直了脊背，连呼吸都未曾乱了一分。江宁，良久，老皇帝终于开了口，声音苍老却锐利：“你可知罪？”我微微垂首，不卑不亢，臣妾愚钝，不知身犯何罪。你一介商女，仗着萧王府的事大肆敛财，甚至越过朝廷插手军需。怎么，你临济的粮仓是打算养萧凛的私军，还是打算替他造反？最后2个字，老皇帝几乎是怒吼出声，猛地将一本奏折砸在我的面前。我没有去看那本弹劾的奏折，而是缓缓抬起头，迎上了大雍最高统治者的目光。陛下明鉴，臣妾敛财不假，但臣妾每一笔生意都依法纳税。西北粮草告急，臣妾是以商户名义劳军，而非越俎代庖。臣妾若真有不臣之心，又怎会将大批物资大张旗鼓地送往边关？难道不该暗中囤积，以待时机吗？巧言令色。老皇帝冷笑：“你以为朕不知道你那临济的底细？只要朕一道圣旨，就能抄了你所有的商号。”我忽然笑了，陛下当然可以，笑得无比从容。只是陛下，您可知，大雍如今1年的税收是2000万两，而临济及其名下产业依附于临济的千百家商户，每年上缴的商税占了国库的30%，更不用提大雍7成的盐运，5成的丝绸，南洋的全部海贸都是由临济在维系。陛下若超了临济，大雍的国库只怕立时就要空掉。老皇帝的面色瞬间铁青，他万万没想到我竟敢在御书房里用大雍的经济命脉来要挟他。放肆！你敢威胁朕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在向陛下陈述一个事实。我从袖中掏出一份极薄的册子，双手高高举起，这是临济未来10年的海贸图卷和税收红利契约。臣妾愿意将临济2成的红利作为皇室私库的岁贡，年年上缴，只换陛下2道圣旨：一，恩准临济商道畅通无阻，不受户部辖制；二，赐萧王府免死铁券，此生不夺兵权，不究谋逆。老皇帝盯着我手里的册子，目光剧烈的闪烁着，一面是彻底撕破脸可能带来的经济崩溃和兵变，一面是真金白银的巨额利益和暂时的妥协。他是个精明的帝王，知道怎么选最有利。就在大殿内死寂的只能听到炭火碧波声时，御书房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喧哗，紧接着是兵器相交的铿锵声。砰的一声巨响，御书房厚重的楠木大门被一股巨力直接踹开，一身玄甲、满身寒气的萧凛大步跨了进来，手中的长剑还在滴着血，显然是直接杀退了禁军闯进来。他看都没看龙椅上的皇帝一眼，径直走到我身边，一把将我从地上拉起，护在身后。皇上想要臣的兵权，直接下旨便是。萧凛的声音仿佛从阿鼻地狱里捞出来的一般，透着令人胆寒的杀意。但若有人敢动我夫人一根头发，臣不介意这大雍的江山换个人来做。老皇帝惊骇地跌坐在龙椅上，指着萧凛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而我握着萧凛那只沾着血的粗糙大手，在这冰冷的深宫里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下无敌。御书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。老皇帝死死盯着萧凛那把还在滴血的长剑，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龙椅的扶手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他纵横帝王数几十年，习惯了臣子们的战战兢兢，却唯独算漏了萧凛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在这深宫内院，禁军环伺之下，他竟真敢为了一个女人拔剑弑君。萧凛，你反了！你当真要造反？老皇帝的声音颤抖着，带着强弩之末的色厉内荏。我看着萧凛冷厉如修罗的侧脸，心中不可抑制地泛起密密麻麻的疼惜与快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上前一步，温热的手掌轻轻附在萧凛握剑的手背上。夫君，把剑收起来吧，莫要惊了圣驾。我柔声开口，随后转头看向龙椅上面如死灰的帝王，嘴角勾起一抹温和却毫无温度的笑意。陛下乃千古明君，方才已经答应了臣妾的请求，收下了临济的岁贡契约。既然君臣相宜，又何来造反一说？这是我给皇帝递的最后一把梯子，也是最后通牒。老皇帝胸膛剧烈起伏着，目光在我手里的契约和萧凛的剑锋之间来回游移。最终，帝王的贪婪和对死亡的恐惧战胜了一切。好一个君臣相宜！老皇帝颓然地靠回椅背上，仿佛瞬间抽干了精气神。来人，你旨赐萧王府丹书铁券，赐临济皇商玉牌，户部乃至天下州府剑牌如剑阵，不得。拿到盖着玉玺的圣旨和免死铁券时，萧凛随手将长剑置于地上，发出哐当一声脆响，
震得老皇帝又是一个哆嗦。他转身将我打横抱起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这压抑逼仄的御书房。宫门外大雪纷飞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萧凛用宽大的玄色大氅将我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他在雪地里走得很稳，声音在寒风中显得格外低沉炽热。阿宁，以后不管去哪儿，我都要陪着你。这天下，谁也别想再把你从我身边叫走半步。我把脸埋在他温热的胸膛里，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，轻声应道：“好。”生死相随，寸步不离。那一夜的宫变被老皇帝死死压了下去，对外只宣称萧王救驾有功，后赏连连，但这表面的平静下却暗流汹涌。太子彻底坐不住了，他眼睁睁看着我不仅全虚全伪地走出了皇宫，甚至还拿到了能让临济横行天下的御赐金牌。而萧凛不仅没被褫夺兵权，反而更胜以往。东宫的幕僚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最终，太子走了一步最烂的棋，铤而走险，暗杀敛财。初春的一场夜雨中，临济京城最大的钱庄突遭一伙流寇夜袭，可惜他们踢到了铁板。萧王府的暗卫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将这群假扮流寇的死士生擒活捉。而在死士首领的身上搜出了东宫的令牌，以及一封太子亲笔写给西北马匪，企图半路劫掠临济运往边军粮草的密信。翌日清晨，早朝之上，萧凛一反常态的穿着一身煞气极重的玄铁重甲，将那名被折断了手脚的死士首领砰的一声扔在了大殿中央。百官骇然。陛下，臣奉命戍守西北，将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，太子殿下却在后方勾结马匪，断我军粮草，甚至派人打劫皇室岁贡的钱庄。臣请问陛下，这大雍的江山到底还要不要？萧凛的声音犹如洪钟，震荡在金銮殿上，铁证如山，人赃并获。老皇帝看着被扔在殿上的密信，气得当场呕出一口黑血。他深知此时若不给萧凛、给西北10万大军一个交代，兵变就在眼前。更何况太子打劫临济，就是在动他刚到手的小金库。逆子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，褫夺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。老皇帝怒发冲冠，即日幽禁宗人府，永不续用。当庭下旨，东宫一干党羽交由大理寺严查。满朝文武跪伏在地，噤若寒蝉。太子妃听闻噩耗时，当场昏死过去，醒来后便疯了。曾经高高在上，在赏花宴上对我百般刁难的东宫女主人，如今只能在宗人府阴暗潮湿的院子里，抱着一个破布娃娃，逢人便说自己是未来的皇后。而我坐在听雨轩的暖阁里，听着沈安的回报，平静地往红泥小火炉里添了一块受精炭。这京城的天，终于是彻底翻了过来。太子被废后，京城的局势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衡。几位成年的皇子开始为了那个空出来的储君之位明争暗斗，但无论是谁，在拉拢朝臣之前，都会先提着重礼来萧王府拜山头。我和萧凛成了这京城里无人敢惹也惹不起的太上皇。可这样的日子，我却渐渐觉得乏味。每一座府邸里都藏着算计，每一张笑脸背后都淬着毒汁。这里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权力的腐臭味。入夏的一天，我靠在院子里的贵妃榻上翻看西北分号送来的账册，萧凛在一旁替我包着新贡的荔枝。我吃下一颗晶莹剔透的果肉，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夫君，西北的草场如今该是绿透了吧？”萧凛的手微微一顿，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擦净手，将我连人带宝毯抱进怀里。怎么，萧王妃在京城这萧金窟里待腻了，想去吹吹边关的黄沙？我仰起头，指尖描摹着她英挺的眉骨。有你在，黄沙也是甜的。我们走吧，萧凛。这京城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，如今你我虽挣脱了锁链，却依然困在这四方天地里。我想去看看你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，去广阔的天地间做一对真正快活的夫妻。萧凛的眼中骤然绽放出惊人的亮光，她本就是翱翔9天的鹰，是这京城的诡谲局势和对我的牵挂，硬生生将她困在了这里。好，他低头吻住我，笑声爽朗而肆意。我这就进宫请旨，交出京畿布防图，自请去西北就藩。老皇帝本就对萧凛在京中的势力如芒在背，一听他主动提出去西北吃沙子，且临济的岁贡照旧，简直是求之不得。当即大笔一挥，恩准了萧凛的奏请，甚至大方地赏赐了无数金银布匹，仿佛生怕他反悔一般。出发的那天是个难得的艳阳天，没有京中百官的虚伪送行，我们轻车简从出了城门。但在城外10里亭等候的是整整齐齐的3000悬甲铁骑，以及临济绵延数里的庞大商队。马背上，萧凛一袭利落的劲装向我伸出手，我褪去了繁琐的王妃宫装，换上了一身轻便的骑马装，将手交托在他的掌心，借力跃上了他身前。阿宁，坐稳了。他从背后圈住我，一扬马鞭，骏马长嘶一声，如离弦之箭般冲向了北方的辽阔天地。迎着呼啸的暖风，我听到了这辈子最动听的一句话。阿宁，
我们回家。西北的黄沙没有想象中那般苦寒，反而透着一股子粗犷的生机。抵达凉州城的那日，全城的百姓和将士夹道相迎，没有京城那种虚伪的繁文缛节。将士们看着我的眼神是实打实的敬畏与狂热，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位萧王妃在他们快要饿肚子，连冬衣都穿不暖的时候，用源源不断的车队送来了粮食、棉衣和上好的商药。在这里，我不是那个依附于男人的内宅妇人，而是西北10万大军和数百万百姓心目中真正的财神爷。萧王府在凉州的府邸没有京城那般精雕细琢，却修得高大宽敞，坚固如铁桶。我们在西北扎下了根，萧凛如鱼得水，白日在营中操练兵马。他的10万玄甲军在吃饱穿暖后，战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，震慑的边境的游牧部落连马首都不敢南向。而我则将临济的西北总号开在了凉州城最繁华的正街上。仅仅半年时间，我便用临济庞大的资金流彻底盘活了西北的商道。我命人出资修缮了官道，沿途设立了专供商队歇脚的驿站和客栈，在凉州城内开办了最大的学塾和医馆，凡是阵亡或伤残将士的遗孤，皆可免费入学就医。渐渐的，西域的香料、战马、宝石，江南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全都在凉州城汇聚交融。这座曾经荒凉的边塞重镇，在我的手里，奇迹般的变成了大雍朝最富庶、最热闹的塞外江南。夜里，萧凛巡营归来，身上带着大漠夜晚的凉意。他脱下铠甲，熟练的从背后将我捞进怀里，下巴搁在我的肩窝处，看着我案头堆积如山的通关文牒。阿宁，你再这么转下去，这凉州城的金库怕是都要装不下了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骄傲与宠溺。我放下子豪笔，转身捏了捏他高挺的鼻梁，笑道：钱多烧手吗？我还嫌不够呢。过几日，我要去一趟玉门关，西域最大的部族首领递了话，想跟我们谈谈护市的规矩。萧凛的眼神瞬间凌厉起来，大手一揽，将我牢牢扣在腿上。玉门关外不太平，那个呼延部向来狡诈，你若要去，我带3000精锐亲自护送。你去做什么？去吓唬人吗？我轻笑，贴了贴他的薄唇。谈生意，打打杀杀是下策。我不仅要让他们乖乖守规矩，还要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替临济的商队当保镖。玉门关外，狂风卷着黄沙，临济的大帐就扎在长城脚下。呼延部的首领带着100个彪形大汉，气势汹汹地踏入帐中。他们原本以为大雍的王妃不过是个娇滴滴的软柿子，只要恐吓一番，就能在过境的商税上狠狠敲上一笔。可当他们看到大帐两侧全副武装、眼神如狼的玄甲军以及大刀金马坐在主位上，一边喝着奶茶一边翻看账本的我时，气焰顿时矮了半截。更别提萧凛就如同一尊杀神般，宝剑立在我的身侧。王妃好大的排场！呼延首领用生硬的汉话冷哼道：这西域的商道自古就是我们在管，临济的商队想过去，留下5成货物做买路财，否则莫怪我们部族的弯刀不长眼。5成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我合上账本，眼皮都没抬，轻轻击了击掌。沈安立刻带人抬上了10几个大樟木箱子，当着呼延首领的面，咔嗒一声齐齐打开。左边的箱子里是上好的蜀锦，精美的瓷器，散发着幽香的极品茶叶；右边的箱子里则是雪白的精盐、橙黄的粟米，以及打磨的极其锋利的金刚箭头。呼延首领和他身后的汉子们眼睛瞬间看直了，草原上最缺的就是这些过冬的救命口粮和精良铁器。呼延首领，5成的过路费我给得起，只怕你们没那个命拿。我站起身，临济的商队1月有数百支往返西域，你们若想抢，萧王爷的玄甲军随时恭候。走到箱子前，随手抓起一把精盐，任其从指缝滑落。战争一响，这商道一封，你们部族这个冬天准备饿死多少人，冻死多少牛羊。呼延首领面色铁青，握着弯刀的手背青筋暴起，却不敢拔刀，因为萧凛身上的杀气已经死死锁定了他的咽喉。我话锋一转，抛出了真正的筹码，但我这人向来信奉和气生财，我要在关外建立护市，临济提供你们所需的盐、茶、粮、铁，价格按中原的市价走，绝不欺瞒。而你们用战马和牛羊皮毛来换。不仅如此，西域这碗饭我临济不独吞，只要呼延部愿意出人沿途护送临济的商队，确保货物安然无恙，我临济每年额外划拨1成的纯利给你们做酬劳。是拿着这1成利润舒舒服服的过冬，还是拼个你死我活落的灭族的下场，首领自己选。打一个巴掌，给一个甜枣，在绝对的武力威慑和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，没有人能拒绝。呼延首领思忖良久，最终颓然松开了刀柄，单膝跪地，行了草原上最隆重的礼节。大雍的萧王妃，您的智慧如同天上的明月，呼延部愿意与临济结盟，永不背弃。这一场谈判兵不血刃，不仅彻底打通了西域的商路，还将这群凶悍的游牧民族变成了临济最忠诚的雇佣军。
光阴荏苒，西北的雪化了又下，转眼已是3年过去。这3年里，凉州城在我们的治理下，繁华程度甚至隐隐盖过了南方的扬州。而我也早已习惯了塞外策马奔腾的自由。再回想当年那个在江家后宅养人鼻息的庶女江宁，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这天初春，京城传来了一封800里加急的密信，那是三叔江池写来的，字迹潦草，透着掩饰不住的惶恐。老皇帝终究是没熬过这个冬天，驾崩了。太子被废后，几位皇子为了争夺皇位，彻底撕破了脸。京城爆发了惨烈的内乱，禁军互相残杀，血流成河。最终是并不起眼的4皇子踩着兄弟们的尸骨登上了大宝，但新帝接手的是一个被彻底掏空的烂摊子。内乱耗尽了国库，南方的世家大族趁机割据自保，朝野上下人。江池在信里说，新帝已经连下3道圣旨，恳请萧王爷带兵回京，清君侧，稳朝纲，并暗示只要灵济肯出资重修皇宫，充盈国库，愿意封我为大雍唯一的超品夫人。萧凛看完信，冷笑一声，随手将那封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密信扔进了炭火盆里，看着它化为灰烬。萧凛将我揽进怀里，修长的手指把玩着我的发丝。天下大乱，他们倒是想起我们来了。阿宁，你想回去做那个超品夫人吗？我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听着窗外集市上热闹的喧嚣声和远处军营里隐隐传来的操练声，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笑意。这西北的万里河山都是我们的，我还稀罕他一个空头衔。我抬头定定地看着他。萧凛，大雍的根基已经烂透了，救不了，我也不想救。我们就在这里守着西北的百姓，做我们自己的王，好不好？萧凛的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柔情。好，你在哪里，我的天下就在哪里。他低头吻住我的额角。就在这温馨缱绻的时刻，我突然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恶心，猛地推开萧凛，伏在床榻边干呕起来。萧凛瞬间慌了神，平日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战神，此刻吓得脸色煞白，连声音都劈了叉。来人，快传大夫，传城里最好的大夫。他手忙脚乱地将我抱回榻上，大掌颤抖着替我顺着背。半个时辰后，凉州城里最有名望的老军医抚着胡须，笑眯眯地收回了诊脉的手，起身冲着萧凛深深做了一个揖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妃。王妃这脉象圆滑如珠，是滑脉，您这府上要添小主子了。萧凛呆立在原地，像是一尊被施了定身法的玄铁雕像，直到老军医再次笑呵呵的道喜，他才猛地回过神来。堂堂10万大军的统帅，杀伐果决的活阎王，此刻竟像是手脚不知道往哪放的毛头小子，眼眶瞬间变红了。他半跪在榻前，小心翼翼地将侧脸贴在我的小腹上，声音里带着难以自抑的哽咽。阿宁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有孩子了。我抚摸着他刚硬的短发，听到了，傻瓜，眼底也泛起了泪花。我们要当爹娘了。消息传出，整个凉州城沸腾了。临济名下的所有商铺连摆了3天流水席，西北大营的将士们更是绕着营地跑了3圈来发泄喜悦。萧王府的子嗣不仅是我们的血脉，更是这西北万里江山未来的定海神针。就在我安心养胎的这段日子里，中原的局势越发糜烂。新帝几次派钦差来请萧凛出山，皆被挡在了玉门关外。他们终于明白，这西北早已是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铁桶。萧凛不仅有兵，更有富可敌国的财神王妃，他们根本不需要依附任何皇权。中原乱战了整整2年，最终以南北割据草草收场。而在这2年里，大雍的百姓为了躲避战乱，纷纷举家西迁，逃往这片唯一没有战火、只要肯干活就能吃饱饭的西北乐土。凉州城的规模扩建了足足3倍，临济的商号也顺理成章地开遍了西域诸国，成了这片大陆上真正的无冕之王。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清晨，我平安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萧凛抱着2个粉雕玉琢的孩子，7尺男儿竟哭得像个泪人。他没有让军事幕僚起名，而是翻了半个月的古籍，给男孩取名萧长宁，女孩取名萧长安。长宁，长安，他只愿我们母子岁岁平宁，一世长安。5年后，玉门关外春草连天，我骑在一匹温顺的枣红马上，看着5岁的长宁和长安在草地上追逐着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。萧凛策马跟在他们身后，小心翼翼地护着，生怕磕了碰了，哪里还有半分冷面煞神的样子，完全是个操碎了心的老父亲。长安咯咯笑着，娘亲，你看，捧着一束刚摘的野花跑到我马前，我翻身下马，将花簪在女儿的鬓角，捏了捏她红扑扑的小脸。远处，一队从中原逃难来的流民队伍正缓缓经过关卡，我无意间瞥去，竟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。那是一个头发花白、瞎了一只眼的老妪，正牵着一个疯疯癫癫的中年男人。那男人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“牡丹，我的牡丹，我是侯府世子，我要去娶阿宁。”是柳素和陆燕。听说中原大乱时，
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世家大族首当其冲，被起义的叛军洗劫一空。昔日风光无限的陆侯府和江家，早就在战火中化作了飞灰。柳素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抬起那只独眼向这边望来。当他看清一身华服，被萧凛和孩子们簇拥着的我时，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，拉着疯癫的陆燕，连滚带爬地引入了刘明的队伍中，再也不敢回头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，心底如同一潭死水，没有悲悯，也没有快意。那些在扬州城里的算计、羞辱与绝望，终究被这西北浩荡的朔风彻底吹散了。看什么呢？萧凛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牵着儿子，走到我身边，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却只看到茫茫的戈壁。没什么。我回过神，挽住他强壮的手臂。夫君，起风了，带孩子们回家吃烤羊腿吧。仰起头，迎向塞外灿烂的阳光。萧凛朗声大笑，一把将我也打横抱起。好，回家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。我曾是江家不得宠的庶女，是牡丹宴上的笑话。可如今，我是这万里西北唯一的主人，是萧凛心尖上永远的无价之宝。